继续昨天的朱砂古镇之旅。朱砂古镇也是一个国家矿山公园4A 景区，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基地。这里的汞矿遗址也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。朱砂古镇现有5大景区，20多个景点。除了历史和人文，这里的自然景观也非常的优美。今天继续带大家走一走这里的景点，欣赏一下这里美丽的风光。昨晚住在了景区里的放下云居，早晨打开窗，云雾缭绕的，没有下雨，比昨天的天气稍好一些。这个建在悬崖上的酒店景观非常的美。下面有一个架在2山之间的空中茶室，过去看一看。早晨的气温20度，空气非常的好。这里有一片红枫，非常的漂亮。下面那一间就是酒店的茶室。遥遥的路，深夜大雾里的灯，有一条小路可以专门通向那里。走在你的眼眸，你是明月清风，我是你照拂的梦。早晨这里太美了，宛如仙境。一生与你相拥，让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我蹒跚再见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最低落我的天，我愿活成你的愿，愿不忘啊，愿永忘啊，这现实每一天。不过很可惜，早晨这里还没有营业。真的是一间云中的茶室。现在去酒店的餐厅吃早餐。这里也有不少慕名前来这里居住的游客。早餐的套餐非常合胃口。吃完早餐，准备去这里的重要景区地下长城，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景点。现在又下起了一点小雨。景区的套票也是包含了地下长城。以岩鹰窝为起点，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洞口，岩鹰窝，这个也是进入970公里的地下长城的入口之一。它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。我们现在参观的这个就是以前的采矿坑道，变成了景点嘛，本来是废弃的一个矿坑。就等于基本都开采完了是吧？基本上已经开采完了，因为将近3000年的开采嘛。但是你说如果说全部开采殆尽了，也不至于，还有一条矿脉没有动。请了一位工作人员讲一讲这里的历史。这朱砂是俗称吗？朱砂也叫丹砂，也叫沉砂。它的化学成分是硫化汞。只有这个硫化汞一个成分吗？可能还含有一些这个沥青石、硫磺、雄黄之类的一些杂质。它的主要就是朱砂主要的成分就是硫化汞。这是时光隧道，当年矿工出矿时的工作场景就在这里。里面有铁轨和矿车。这都是拉出来的轨道是吧？对，这是以前运矿的轨道和矿车，因为我们的这个矿石嘛，在洞内采之后，通过人工手推这样矿道运出去。这个坑道很大很长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被打上了灯光，好像是一个天然大溶洞，但这并不是天然的溶洞，是人们在这里凿啊敲啊，最后剩下的矿洞和矿坑。这些矿洞全长加起来970公里。这个柱子是天然的还是？这个是人工给它留下来的，就是矿柱。矿柱。对，矿柱它起
支撑作用，因为这个矿坑它是有3000多年的开采历史，970公里的地下长城。这整个万山它105个平方面积的地下全是一层一层层层相叠的矿坑，总长是970公里。哦，等于这样才叫做地下长城。对，这就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开挖的汞矿矿道，所以说称为地下长城。3000年开挖历史。3000多年，对，最早的时候就是说，相传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在开采了。哇！他们说周武王嘛有心急的毛病，后来有一个这个江湖像是郎中一样，就把这个朱砂做成药丸拿给他吃。吃了之后就治好了这个心脏的毛病嘛。他就赐这一片产丹之山叫大万寿山。哦，这边叫大万寿山。对，在西周的时候被称作为大万寿山。那像朱砂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叫法呀？朱砂它也叫丹砂，因为我们这个宗教当中，就是我们的道教，用它来炼丹和画符。我们道教认为朱砂它感太阳之气，乃万石之首，就是除了太阳以外，可以做阳性磁场的矿石。所以说它可以去除一切的邪气嘛。汞是朱砂通过高温提炼而得的。对，但是大家不用说谈汞色变，觉得这可能会有什么毒之类的。自然界形成的朱砂，它的汞离子非常的稳定，它是一味中药，也是颜料。就是说不用害怕，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正常的生活环境，它是达不到300多度的。这个矿洞里有好几个小景点被打造成水墨丹青，看着眼前的溶洞矿坑，感觉像是大自然赐予的一幅奇景。这里开采的历史有3000多年，上世纪60年代。几万矿工在这里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不过这里基本被掏空了。这下面是个井啊。对，就是最深的，就是这种竖井的话，可以拿到100-200米深这样。这100多米的竖井。对，100-200米，如果最深的竖井有这样深。里面的矿洞四通八达，有一些小矿洞矿坑被打造成秘境萤火虫等一些娱乐设施。感觉还挺美轮美奂的。在地下长城这个大景区里，有好几个这样的矿洞可以参观。有的五彩斑斓，有的比较原始。现在中国的产汞的地方都是哪里啊？我们中国其实大大小小有50多处。现在从第一个大矿洞出来了。这个地下长城的大景区不走回头路，继续往前有很多的景点。依然下着小雨，只能慢慢的往前走。出来矿洞有一个玻璃桥，这个玻璃桥的高度大概有100米，好像架在云端之上。一阵风吹来，云雾飘散，可以看得清楚一些。如果有人恐高，可以放弃这个玻璃桥，从下面直接穿过去。不过玻璃桥前面的风景非常不错，尤其是这里有一块仙女石，这块巨大的人形巨石矗立在仙人洞口，它的形状惟妙惟肖，像是一个妇女怀抱一个婴儿。这块仙女石有很多的传说，有人说她是七仙女，有人说她是徐福的夫人，还有人说她是秦朝一个名叫青的窈窕淑女的化身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仙女石旁边就是仙人洞，也是上中下3层很大的洞，和旁边的洞也都互相连为一体。从旁边的洞口出来，这里景色不错。仙人床，七仙女和董永在这休息的地方。如果凡人住上一会儿，可以消灾去病，收获爱情。
走到这里才发现自己少去了2个重要的景点，威灵寺和云南梯。不过眼看下着小雨，就没有再返回，继续往前走。雨中的云飘来飘去的，虽然下着雨，但雨中也有不同的感觉。前面又经过了一个矿洞，这里真是洞中洞，隐约仿佛看到上世纪人的身影。从这个洞中出来，抬头可以看到刚才走过的玻璃桥。哇，这边这洞哦！现在来到了谷底。徐福。沙炼丹。长水。现在来到了黑洞子，这是古代的采矿遗址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汞矿开采之地，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旁边的绝壁悬崖高100多米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采矿洞口80多个。黑洞子真实的再现了古代矿业的生产状况，这里也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。从山底的黑洞子往上爬，就来到了悬崖栈道。这里沿途自然风光非常壮美，还有很多的历史古迹。栈道总长1200多米，其中有一段是玻璃栈道。一起欣赏下悬崖栈道的景色。栈道在十里悬崖上蜿蜒曲折，下雨的玻璃栈道有点滑。在这里可仰云舒云卷，眺群山逶迤奔腾，也可以俯瞰溪谷的瀑布溪流，透过云雾可以看到绿绿的田野。正前方远处山峦连绵起伏，真的犹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，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。这里也称作悬崖上的廊桥。往下看，深深的山谷，一只蝴蝶向我扑来，这里的景色真的太美了。1000多米长的悬崖栈道，弯弯曲曲的拐了好几个弯儿。整个景区比我想象的面积要大，尤其是地下长城这一段景区，涵盖了很多的景点，至少要走半天的时间才能够玩透。前面是栈道的一端悬崖泳池，下面就是悬崖，所以这里称为悬崖古镇、悬崖酒店不为过。前面山顶还有个亭子，有一个飞索连接两山之间。快到终点，雨也停了，能见度也高了很多。走到这里，基本就是地下长城的终点了。另外，景区里还有很多其他景点，像博物馆、朱砂大观园，都值得逛一逛。
我这个2期视频也只是朱砂古镇旅游资源的1/10。这里确实是个旅游宝藏之地。如果下次来贵州，不妨到这里来一个2日休闲游。贵州可以说是一个山地公园省，省内有数不清的公园和景点，但其中只有8个是5A 级景区。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贵州省的8个5A 景区。第一个就是天下闻名的黄果树景区。黄果树风景区在贵州的安顺市，离贵阳不远，交通非常方便，也有公交到达。黄果树风景区是由黄果树大瀑布、天星桥和陡坡塘3个景区构成。景区很大，一定要留出充足的时间游玩。特别是不要错过天星桥的银链坠潭瀑布。黄果树大瀑布可以说是国内最大最美的瀑布，所以来贵州一定不能错过。黄果树的门票加景区车票全价是220元，门票2天有效，但也经常会推出优惠甚至免费的活动。我个人建议去黄果树最好在景区门口住一晚。现在黄果树还有夜游活动，晚上的黄果树也别有风采。夜游黄果树的门票全价是200，也经常推出优惠活动。白天和晚上门票不通用。接下来介绍的5A 景区是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，主要的代表就是大小七孔。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以丰富多彩的喀斯特地貌、秀丽奇特的张江水景和繁盛茂密的原始森林、各种珍稀品种的动植物为特色，集合了奇特的山水自然风光以及当地布依族、水族、瑶族等民族特色为一身。这里也是贵州第1个世界自然遗产。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最主要的就是大小七孔，2个景区在一起，门票加景区车票170，也是2天有效。这几年小七孔景区为了推广宣传，也经常推出免费的活动。小七孔的水是非常漂亮的，很多人把它和九寨相媲美。而且这里的水是可以下去玩的，所以特别的痛快。小七孔景区里有特别多的瀑布，而且这里可以漂流、划船、打水仗，夏天来非常的痛快。到荔波小七孔旅游，除了自驾，也可以坐客运车到荔波县城，县城到小七孔有直达的公交车。而且荔波县城本身就很美，周边又有特别多的景点。除了大小七孔，还有茂兰、瑶山古寨，还有水春河漂流，所以在荔波至少可以玩2-3天。大七孔景区挨着小七孔，可以坐船游览，也可以徒步去看一看那里的天生桥。接下来介绍的第3个5A 景区是镇远古镇。镇远古镇属于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。镇远古镇位于五羊河畔，四面都是山，河水蜿蜒，以 S 型穿城而过。这里每年的端午节都有赛龙舟活动。镇远古镇里保留了很多的明代建筑，这里有非常多的传统民居和历史码头。作为一个5A 级景区，镇远古镇是免费开放的。来镇远古镇交通非常方便，铁路、公路都有车站。古镇里就有很多的公交车，这里民宿众多，价格也不贵。镇远古镇最让人惊艳的是这里的夜景，建议在这里住上1-2晚，
晚上可以坐上这里的画舫船，游览一下这美丽的镇远古镇。另外，镇远古镇周边有很多的景点，玩一周也是可以的。接下来介绍的贵州第4个5A 景区就是梵净山。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，这里是国家级旅游景区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世界自然遗产。这里标志性的景点就是红云金顶，这个就是红云金顶，拔地而起，垂直高差100多米。但是来梵净山最好挑一个好点的天气。梵净山在贵州的铜仁，交通也非常方便，从铜仁市区或者周边的县城都有直达的公交和旅游车。到这里爬一爬红云金顶是永生难忘的。梵净山可以说一年四季皆美景，春天可以看山花烂漫，夏天可以看飞瀑流泉，秋天赏漫山红叶，冬天游冰雪王国。另外，梵净山周围也有很多的景点，在这里玩个2、3天甚至3、5天都不会觉得枯燥。梵净山的门票加景区车票140元，目前是有半价优惠活动。另外还有缆车往返的票140元。所以有机会来爬一次梵净山吧，你会终生难忘。现在介绍的第5个5A 景区是贵州毕节的百里杜鹃风景区。这里以大面积的原生杜鹃林为主要特色，因为整个杜鹃林绵延百里，因而得名百里杜鹃。这里从每年的3月下旬到5月，各种杜鹃花竞先怒放。不过我今年的百里杜鹃之旅略感遗憾，因为花开的不算很多。有人说这里的杜鹃花开有大小年之说，希望下次你来赶一个盛开的大年。基本上贵州的这些5A 景区交通都是非常方便的，来毕节看百里杜鹃花开交通也很方便，可以坐火车或汽车到周边的县城，然后有专门的景区直达车。百里杜鹃有3大杜鹃花开景区，所以在这里也至少要玩2天。住在景区门口，晚上看一场日落也是很美的。贵州的第6个5A 景区是赤水丹霞。赤水丹霞指贵州省赤水市境内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，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一处丹霞地貌区。贵州赤水丹霞有3大景区，赤水大瀑布、燕子洞和佛光岩，所以在这里至少要玩2天。这3个景区有一个套票，网上购买160元，也是2天有效。来赤水丹霞旅游交通非常方便，坐车到赤水县城，从赤水县城有到各景点的公交车，而且赤水周边还有很多其他的风景区，比如四洞沟、竹海、赤水梭罗，所以在这里游玩3、5天也会觉得玩不够。贵州的第7个5A 景区是青岩古镇。
青岩古镇是四周的4大古镇之一，就在贵阳的花溪，所以交通也是非常方便。青岩古镇始建于明朝，因为附近有很多的青色岩峰而得名。在古代它是屯田驻兵之地，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。很多人来青岩古镇都是来这里匆匆忙忙的打个卡就走了。我个人建议其实可以住一晚，这里的民宿很多，价钱不贵，而且还可以免去门票。我个人最喜欢吃这里的猪蹄儿，离开之后还念念不忘这里的猪蹄儿。贵州的第8个5A景区是贵州安顺的龙宫风景区。龙宫风景区和黄果树风景区挨得比较近，可以一起来游玩。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大型溶洞暗湖，景区集合了溶洞、峡谷、瀑布、枫林、暗河等多种喀斯特地貌。据说这里的水上溶洞是全国最大的。在贵州有非常漂亮宏大的溶洞，这里能超过织金洞，成为唯一的溶洞类的5A景区，一定有它的理由。以上介绍的就是目前贵州的8个5A景区，这些景区都是非常优美，而且交通方便，可以说是来贵州必去的旅游打卡地。当然，贵州作为一个山地公园大省，还有很多的风景区，景色不逊于5A景区。下一期我也准备再挑出10个风景区，虽然这些景区不是5A景区，但景色并不逊于这些5A景区的地方。看一看我挑出的这个10个风景区和你心中的名单是不是一样。这一期介绍的贵州8大5A景区就到这里，下期见。我从来不曾嬉戏